四叶菡萏灵力不凡，若出双生，必定一强一弱。你身体弱，所以才会被魔族的剑气所伤。速去天医馆稳固仙灵，不可耽误时间。仙家一直讲究魔力修行，未来如何，全凭个人努力。你不必沮丧。姐姐才不弱呢，为花时都是姐姐为我遮风挡雨，你怎可随意评判他人？快向她道歉！你这小人！我那个时候刚刚化为人形，就见了那么一次，此后再也没有见过了，哪里还记得？再说了，现在天规明令禁止，神仙们不能动情念。我看你啊，趁早放弃吧，他再好也于事无补的。妹妹好吃懒做，姐姐假公济私，你们还真是九重天上的一段佳话呀。颜淡在北冥仙君的玄心崖当差，一向认真，从未犯错。虽然他仙法低微，但他痴心纯正，率性真实，并非长师口中这般。长师平日里怎样说我，我都不在意，但你没资格评价我妹妹。不要以为你当了副长师就能如此和我说话。要不是思璇出了事，就凭你自己，再过500年也坐不上这个位子。思璇总长室一向待下宽和，对你也十分照顾，而你竟然告他触犯情戒。如今你坐上了他的位子，午夜梦回可能安心。他德不配位，触犯天条，我取而代之本就理所应当。你再不忿，也得忍着。妙法阁如今我是长师，你不过就是一个没有仙阶的副手，而我前身便是帝尊案前的灯芯。升仙阶时，这仙殿更是应渊帝君为我亲手锁点，这就是你和我最大的差别。帝君的仙力，哪怕微小如尘屑，你也不配拿。把里面的东西倒了。帝君，这些仙尘落在地上，着实可惜了。仙子们值守一夜，也甚是辛苦，拾取一些作为纪念，也无伤大雅。帝君，天条有言，在其位谋其职，仙子本该安守本分，恪尽职守。银灯身为长师，只得以律管理，并非是刻意为难。天条并未写明，只是仙子不可拾取仙尘，长师无需太过教条。是，谨遵帝君教诲。为何佳话与佳话的区别如此悬殊？一个是掌管天庭至宝的天之娇女，一个却是给北冥仙君喂鱼的低等丫鬟。
芷溪，这是什么？好漂亮！大典结束后，我看到空中有些没有被接到的散落星辰，便收集了一瓶，偷偷给你带过来了。芷溪，你对我可真是太好了。你是我妹妹，我不对你好对谁好呀？你累了吧？快坐下来歇息歇息。你们今天怎么样？我看见了4位帝君。然后呢？我好想成为和他们一样厉害的神仙，希望我升仙阶时，额间的仙殿能由应渊君来点。芷溪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。你可是4叶汉旦，你出生的时候，帝尊就说是祥瑞之兆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是众仙子的榜样，你的出身到现在还被大家津津乐道呢。你呢？你有什么志向？你知道的，我这个人啊，喜欢看书写戏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能够成为6界第1话本大家。我希望我的戏不光可以在仙界跟凡界顺利演出，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喜欢。一定会的。颜淡，你知道的，所有的神仙在升仙阶前都要下凡历难，是要经历人生8苦的。可是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9重天，心里是有点害怕的。芷溪，别怕，有我呢。芷溪不怕，因为芷溪要永远保护颜淡。我们玄溪崖的仙龟每日必会被人偷偷翻过面来，却从来没有人抓到过始作俑者，莫非是他？你这个小人！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啊？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他？大胆！你是哪个宫的小仙，竟敢翻我们玄溪崖的仙龟？怎么，有胆量翻龟，没有胆量报上你的姓名还有仙号吗？想逃是不是？这个人的面容跟背影都好生熟悉，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，可怎么都想不起来了。仙君，仙君！我抓到那个翻龟的小人了。那他人呢？最后让他给跑了，但是我差点就抓住他的衣袖了。你要是仙法再高深一些，不就能够揭穿他的丑恶嘴脸了吗？我知道您是在讽刺我的灵力低微呗，但您想想啊，如果我灵力高超的话，那我就去妙法阁了，谁还留在这玄心崖给您喂鱼啊？你要是能够抓到他，我便将珍藏的《临江四梦系谱孤本》借给你，如何？仙君，您此话当真？您吃橘子？不要乱动，我在破解棋局呢。您这是什么棋局啊？看您一副好像很难解开的样子。还不是那个应渊君，搞了一个6冠局，弄得我百思不得其解。仙君，如果我能帮您把这个局给解开，您能答应我一件事儿吗？你能破解？我可以试试啊。此局虽名为6冠局，实则是一统大3冠中另藏的3节循环，兼充无用，用飞风徐徐制之，便可破解。您可以试一下。飞风徐徐制之。
好，妙！哎呀，你这个小丫头，别的事情你是什么都做不来，没想到下棋你倒是蛮有灵性啊！有您这么夸人的吗？那您刚刚答应我的事情，可还算数啊？只要你每天都能来帮我破解应渊的棋局，其他的事情咱们都好说。这当然没问题了。我其实就是想每天能够早点来，然后提早点离开，您看行吗？没问题。其他的仙兽啊，你就不用喂了，你只要把崖里的这些水族喂饱了，你就算交差了，好吧？仙君，您果然是个大好人，我给您捶捶背吧。哎呀，您真是个好人。哎呀呀，好了，好神仙啊！这般无师自通、聪颖非凡的小仙，着实百年一遇。只可惜此人心性太过浮躁，若能加以磨练，日后必成大器。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有上进心了？我自知我没有天之娇女的命，但是有天之娇女做靠山，照样是先生赢家。你要找谁当靠山啊？我姐芷溪啊，她马上进仙考核了，以她的实力，肯定能够顺利通过。不过通过之后，她便要下凡去历难。我听闻瑶池盛宴最佳表演者可以得到帝尊的施恩。我呢，打算写一出拔得头筹的大戏，到时候我就请求帝尊让我代替芷溪下凡历难。你是不是傻啊？这下凡历难那是十分艰难的修行，你知不知道有多少神仙那是有去无回？我当然知道，要是那么容易的话，我还费这么大劲干嘛？差不多行了啊，快把这吃了。再过2个时辰，你就要去全西崖干活了。嗯。对了，明日你陪我一起去抓临江四梦。哼，我可真是太聪明了。一会儿呢，我们就躲进玄心崖，等那个番龟君一来，只要他敢犯规，必定会牵动我这条线的。到时候我们2个2对1，我就不信打不过他。你确定这样能行啊？当然了，我们只需要守株待兔就行了。走吧。哼。快点，快点！哎，小心！哎，不是已经查了线吗？他来了，怎么我们毫无察觉？对啊，怎么可能？你这个番龟小人，我抓不到你的话，我就呼叫严大！走开！世云，啊，严蛋，番龟君抓到了吗？我下次一定能抓住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北冥仙君什么时候养了一青一白2条小水蛇啊？他们呀，才不是什么水蛇呢，而是龙。银白色那条啊，是东海龙尊家的太子敖轩；青色的是南海青龙族的公主昭兰。唉，仙君，您别送了，今天我就要走了，您要好好保重身体，以后我会常回来看您的。没想到你走得这么突然。别难过了，这以后谁来帮我破解棋局啊？别哭了，仙君。
仙君，我在您这宫里待了200多年，难道我除了给您破棋局，没有任何地方让您舍不得吗？您这么说，我可真是太寒心了。哎，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。这袋法器，就当是分别时我赠送你的礼物了啊。哎，但是你要记住，以后可要经常来看我啊。放心吧。仙君，这个法器沉甸甸的，我此刻终于感受到您对我不舍的心情了。这样吧，在临走前，我再帮您破一局棋，怎么样？哎，好啊，好啊，来。我突然想到了，我知道翻规的那个小人是谁了。是谁呀？小人帝君这回总算是黔驴技穷了，这局还没有上一局难呢。哟，你这一子下的可妙啊，以虚打实。你看看，把他这一脚的活子全都打成了废子。哎，你这一招是怎么想到的？下棋对我来说，要不然就是捡漏，看出对方的破绽，顺藤摸瓜；要不然就是打劫，把对方的变成自己的，变不成那就通通吃掉。往往后面那一种是非常艰难的，但是愚公移山，铁杵也能磨成针的。妙！今日本想与仙君面对面切磋棋艺，没想到竟看到忠心仙士不舍救主的场面，本君都不好意思开口要人了。哈哈，应元君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小人帝君那句我就到了。看你们如此专注，我也不好出声打扰。你好歹堂堂的上神，你这样如此偷听别人的墙角，这样不太好吧？唉，本君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影响的仙君一起作弊，真是惭愧。啊，应元君，你说笑了，你一定是看我破解棋局呢特别的辛苦，所以呢，你就一次一次的降低难度，故意放水，是吧？刚才只是说笑。颜淡呀，去了偃虚天宫之后呢，由你亲自教导，我想他的棋艺和仙法一定会更上一层楼的。既然你的精力如此充沛，打扫偏殿实在是太大材小用了。以后呢，誊抄仙法破解棋局，自然就交给你负责了。帝君您棋艺高超，每日肯定有很多神仙来找您斗棋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难道……能者多劳啊！以后，所有人送来的棋局，自然是交给你来应付了。哼，你就是气我帮仙君破了你的局，公报私仇。是。还有，混元玉带尽快补好，莫要让其他仙士去催，白白浪费别人的时间。是。应渊这个小人，他表面温文尔雅的，他实则呢肚子里一堆坏水，给我安排这么多活让我干，他就是故意想整我，小人。没想到。众人眼中如此完美的帝君，还有这样一面，这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又丰满了一些。哎，你到底跟谁一伙的你？好了，颜淡，帝君翻规不过是童趣之举，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啊？况且他与北冥仙君对弈，
外人本就不该干预。你当着他的面说他是小人，他还能一笑了之，可见他宽宏豁达，是个正人君子。窒息，你清醒点好不好？你这是色令智昏啊你！你们知不知道延续天宫有多大？每天什么活都让我干，腰酸背痛的。还有那个书让我抄了一遍又一遍，我脑袋都快疼死了。多少人想来延续天宫还进不来呢？你有这样的福气，应该珍惜才是。芷溪，长侍，耍小聪明让妹妹顶罪，你们还真是姐妹情深。可惜帝君宽和大度，让颜淡因祸得福了。不知你这个做姐姐的，心里酸不酸？有没有一丝后悔？若不是那一念之差，如今飞黄腾达的可就是你了。延续天宫的差也并不好当，颜淡每天甚为辛苦。这种不痛不痒的诉苦，你也信？不过就是炫耀罢了。颜淡不是这样的人。那你说她是哪种人？不思进取的废物妹妹？双生莲必分强弱，大家都说你是强的那个。我看未必。不然帝君为何一眼挑中那个一无是处的颜淡？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颜淡，你最近神神秘秘的，还不告诉我你写了什么？现在可以说了吧？我写这出戏的灵感，正是取自你给我推荐的那本《创世之战》。哦，上古初期，混沌初开，修罗族以神器无双镜打开了摩天结界，掀起大战。帝尊携4大帝君救众生于水火，辟四海，创6界，这才有了如今的太平盛世。你写了这么一出拍马屁的大戏，实在是太鸡贼了。我如果只写大战，那所有的神仙都能看出来我在拍马屁，我才没有那么蠢呢。再说了，光写战争只会流于枯燥，根本没有那么好看。那你到底写了什么啊？我呢，以战争作为背景，从一位已灭族的上古彝族的视角作为切入，以小见大，以弱趁强。你选了什么上古彝族啊？为了相助4帝君，在创世大战中全族覆灭的九岐。你竟然翻出了九岐！正是，他曾被誉为6界当中最强悍的水族，上天为龙，入海为鱼，百毒不侵，水火不灭。可就这么厉害的种族，却在这些年的和平当中被人们逐渐遗忘了。如今除了我们，谁还能想到当年惨死的九岐呢？你是不是想到了自己，觉得同病相怜了？唉，4叶汉淡一族最起码还残留了我和姐姐，可是九岐连个血脉都没有留下来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传说九岐虽然善战，但却生来欲望浅薄，在每化人之前都会经历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卡，没度过呢，就会灵力散尽而亡；度过了，便是浴火重生。
他臣，你所占之地，除妖冥两族之要隘，恐有腹背受敌之嫌，定要小心。我会的。妖冥两族尚好对付，而你，风翼，平定了生死场，速速来找我。这是自然。我们不如打赌，谁先结束战役，我们孩儿的名字就由谁来取，可好？好。希望孩子诞生前，我们便可团聚。这么多年了，竟还有人记得我们九旗一族。停！哎呀，不对，你是九旗族赫赫有名的女将军，哪怕面对生死离别，你的眼神必须是坚毅的，你要压制住内心的不舍，明白吗？还有你，并不知道这一别将是永别，所以你的表情不能太过于悲怆，并且你要相信眼前这个人一定会得胜归来的。这样吧，大家再来一遍好不好？严旦，时间不早了，今夜就先排到这里吧。明天一早大家还要起早侍奉呢。哦，那今日要不然先这样，你们回去好好研究一下，散了吧。走。哎，这儿的长师收了我们送的法器，没说什么吧？没有，帝尊重武亲闻，这个戏台子也荒废了很久，长师还乐不得我们用呢。那就好。唉，这第一章是写九旗两位将军的生离，最后一章是写他们二人的死别。唉，也不知道中间四帝君的戏份该如何写。好呀，陆明，竟然想吓唬我！哼！哇！我的鸡巴！我的西文！兄台，你哪位啊？你为什么半夜来我房间，还会水系仙法？你说，你干嘛的？不说是吧？好，你不说的话，我现在喊天兵抓你了。天！我呢，只是一个刚刚偷偷化成人身的一个黑羽小仙而已。啊，我是无意间误打误撞的走进披香殿，看见你们正在排戏，我觉得很有趣。我又想知道后续发展的情况，就偷偷溜了进来。我只是想看看后面的戏文是怎么写的。刚化成人形就长这么大？原来是水族，怪不得能灭火。所以你刚刚说的那些，就是你帮我抢救戏文的原因喽？啊。看来你这条小黑鱼还算有良心嘛。我之前认识的。先吃我一点。还有点本事。小玄武阵，去！成色不错。
有道是：山中无岁月，世上已千年。我的故事还要从200年前讲起。哥，快醒醒！娘烙饼了，让你赶紧回去。啊，烙饼？哪来的面啊？爹跟六叔正是。说出来啊，可能没人相信。我踏入修仙界的缘由，竟是一张饼，3碗面。来，青牛镇五里沟老韩家，祖祖辈辈都是农民。多亏三弟使了3年，只有三叔在七玄门做了外门弟子，成了全村人眼中的贵人。你不是跟老张叔给孩子起了个大名吗？对于我这样的山村少年来说，考入七玄门是改变全家人命运的唯一机会。韩立，对，韩立。这个胖胖的家伙叫张铁，是我在村里最好的朋友。吃饼呢？俺有饼，你也有饼，可以。俺爹跟牛叔借了3碗面给俺烙的，俺爹不让我现在吃。村里的规矩，出远门和办大事前，一定要吃白面烙饼，哪怕是用借来的面。只是借别人的东西一定要还，这也是规矩。那时我想着，为了还上那3碗面，为了眼前这些人，我一定要考上七玄门。立碑的立呗。呸！你们家那才是立碑的立呢，我们家韩立啊，那是顶天立地的立。哦，对了，我有大名了，不叫二愣子，叫韩立，顶天立地的立。今年入门考试是爬山，前7名到达山顶的入门，其余的回家。停！行了，前7名已经决出，你们这些后来上来的都落榜了，回去吧。落选了，家里借的面咋还啊？不是师兄，不是师兄。叫你吃那么多的，你知道吗？少吃2张饼，你也就不至于只拿第9了。那我是第8。师兄啊！铁娃装上了。咋了？他是真病了，不是装的。铁娃，你没事吧？哪疼啊？莫大夫。你说他爬山前猛吃烙饼，吃了3张呢，又喝凉风，又爬山，要命！没事了，算你小子命大啊！莫大夫可是我们七玄门王门主的救命恩人，大神医，还不赶紧道谢？谢莫大夫，谢莫大夫救命之恩，谢莫大夫。莫大夫，还是来挑选落选弟子的。那是明日顾问呐。您看他俩怎么样？就这了吧。跟我走。这地方好美啊！这地方叫神手谷，这是七玄门王门主特别拨给老夫的。当年我救过他的命。二愣子，那这以后就是咱们的家了吧？哼哼，那也得看你们俩的造化呀。哈哈哈哈哈！那墙上的字认得吗？不认得。
不识字？不识。那你们会什么呀？会种地，师傅。别叫师傅啊，我还没答应收你们做徒弟。你们俩能不能留下来啊？还看接下来的表现。坐下。傻小子，天底下哪有那么便宜的好事啊？这叫三角椅，想要在老夫跟前待下，就要时刻当心这点。嗯，什么味儿啊？洗过澡吗？爸，哎呀，我怎么觉得我晕乎乎的？这水怎么？张铁，醒醒，醒醒！嘿嘿嘿嘿嘿嘿嘿，到底是年轻啊，醒得还挺快的。你在水里下什么了？仙草露，臭臭的，你们可以闻闻自己，还臭吗？先前你们身上那个不是汗，是臭味儿，烦人的臭味儿。凡人的臭味儿。男人吃五谷杂粮，日月精华吸不尽，反倒把天地污浊集于一身，当然臭不可闻呐。你们没感觉到身上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有没有身心气爽啊？二愣子，我真觉得身上有香味儿，脑袋也不沉了。好像是舒坦了不少。你小子，我第一眼看见你就知道你是个有心眼儿的。有这么明显吗？你们这点小心思在我这里什么都不是。我要想救你们，还在海里面，一根手指头就行。不信你试试。不行，这样会被赶走的。谢莫大夫收留，您是我们的大恩人，以后我们一定处处听话，绝不惹您生气。不要害怕，我这么吓你们，是要你们搞清楚，在这谷中，谁是规矩。我的规矩只有3条，第1条，这谷中一应事物，样样都得上心。第2条，别和外边那些蠢蛋来往。第3条，也是最重要的1条，老夫会教你们一套口诀，需要时时练习，不得忘书。如果做不到这3条，现在给我滚下山去，免得浪费老夫的时间。记住了。晨露了倒挺快的啊。好，我到时要看看你们怎么样兑现。
们3个人吃6个菜啊？莫大夫，我不饿，我看你们吃。这怎么好呢？肯定是您先动筷子呀。坐下，动筷子，吃。从明天起，就是你们俩伺候老夫了啊！别再让老夫照顾你们俩。这是啥肉啊？咋那么好吃？不是肉，是春根。春根是啥？就树根呗。春露解体正直，入药利于毛发和肌肤。采出之后啊，半生酮蒸熟，蒸熟半日，去成细末，挂在五角南半，晾干，再倒上香油，就可以拿来和馅了。我还以为你是有饥荒的时候才吃树根呢。你说的吃是为了果腹，我说的吃是为了修行。修行？你们吃饱也赶快去歇息吧。明天早上别忘了闻鸡起舞，沐浴焚香，来学口诀。什么口诀啊？还要沐浴焚香？你还有闲心给他们洗澡做饭？赶紧教口诀，看看有没有灵根吧。别又是些榆木疙瘩。好了，去！